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风吹过，看赵丽颖演绎有毒半夏的野蛮生长。今年真的是赵丽颖的当打之年。赵丽颖主演的《风吹半夏》，我足足看完了10集，才确定这部剧有看头。大女主商战，商海浮沉，与一群男人们斗智斗勇。这样设定的女主角，显然不是靠美色或者卖惨能轻易打造出来的，需要的是让观众真正看到强大2字的内涵。幸好，总体来说不算失望。剧名《风吹半夏》，剧情女企业家许半夏的创业故事，主演赵丽颖、欧豪、李光洁、黄登登等。评分赞5。首先，这部剧的制作班底很不错，剧本改编自安奈的小说《不得往生》，这位同时也是去年大热剧《人世间》的作者。导演傅东育、毛威先后获得过2次飞天奖，出品过《破冰行动》《理想照耀中国》这样的佳作。主演除了赵丽颖是最有潜力的85花，还有欧豪、李光洁、刘威、柯蓝、王劲松、任重等10多位口碑与实力俱佳的演员们，无论在收视率还是质量上都是有保证的。这是一部正的大女主剧，为什么说是真正的呢？因为主人公许半夏就是一个野蛮生长的典范。所谓野蛮生长，便是具有破坏性超出环境的承受能力，且影响其他物种生存的生长。从一开始，许半夏身边就仅有2个一起打拼的好兄弟，而他身处的环境也是和不同类型的男性角色斗智斗勇，不存在清纯小白花、恶毒女配、舔狗男二这样的老套桥段。随着剧情发展，所有的困难都是实实在在的，生意、债务、骗局、牢狱、行情，怕什么来什么。而观众要看的是看一个女人如何依靠自己从困境中走出来。许半夏这个人务实、果断又重义气。第1集，她去接因帮自己出头打伤了家暴前夫的童潇琪出狱，到步后利索的用柚子叶给他去晦气。他没有和对方伤春悲秋一番，直接就让他第2天上岗开工，跟自己出差。当童潇琪拿出5年前来不及送给他的发卡时，他一甩手就扔出了车窗外。往事已是不可追，如何让童潇琪尽快适应社会、赚钱安身立命才是他所想的。就这么一个务实的女主，一反过去影视剧里女性角色的常态。她的原生家庭同样有故事，却没有过多的渲染。仅是在搭档陈宇宙的口述中得知，因母亲生他难产而死，父亲用中药半夏给他取名生半夏，有毒。孩子的名字通常寄予了父母的情感，很明显他是来人家凑数的。这位姐没有认命，读完大学就去倒腾废品收购，不走考公考编等寻常路。她一直都知道自己想赚钱，目标非常明确。童潇琪坐牢那5年，许半夏也奋斗了5年。他把自己的废品收购站奋斗成了小公司，自己也成了款姐。说是款姐，不过就是个小商人，和普通人比是光鲜一些，但和真正的商人大佬们比差距非常明显。参加行业交易会的时候，他首先挨个去给圈子里的合作伙伴们送礼，笑得一脸谄媚。他会替冯总掩盖养小三的事，会听裘总吐槽自己不安分的下属，会讨带头大哥5建设的欢心。说尽漂亮话，态度放得很低，为的是让吴总无意中流露去北边买5万吨钢的生意能带上自己。一个人脉和资金都不够的小商人，想要在大鳄的手里分一点蛋糕，是相当不容易的。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还没开始谈，酒必须过3巡，这就是特有的酒桌文化。生意人有他们的规矩，喝不开心了，一切都免谈。许半夏深谙此道，并在这样的场合里游刃有余。
看似做低服小，却从来不掩饰自己的野心。一开口就要15000吨，众人都在烦恼，要是5万吨的钢弄不回来，要是卖不出去怎么办？外企的赵总赵磊变成了他们的头号目标。90年代的私营企业远远没有外资企业财大气粗，只要货物和价格合适，多少都吞得下。赵总一出现就被很多人团团围住，你们能想到的其他人又怎么想不到呢？许半夏又及时出手了，而且快、狠、准，主动替赵总挡酒，3下5除2的就把他拉到了吴总的酒桌上来，顺便把去北边买钢的事主动透露出去。这下一来，吴总不带着他玩也不行了。精明会算计，看似虎，却心里拎得清，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，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堪称人精。酒会结束后，许半夏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做准备。首先开始借钱，要买15000吨的钢，倾尽所有，还差300多万。他毫不犹豫地把所有的存款物业都抵押出去，不够的舔着脸皮去找合作商借。他掌握着冯总养小三的秘密，帮裘总调查吃里扒外的郭启东，虽不是很厚道，至少为自己减轻了一点点压力。他和再婚的父亲谈判，以他们现在住的房子为条件，半威胁半哄的又借到了50万。同时意外地发现，父亲虽有自己的小99，但对自己并非毫无情分可言。切肉不离皮，也就是这样，父亲也会关心他的未来，想他再找个好男人，例如苏医生，他就觉得不错。许半夏无暇理会儿女私情，他心里全是如何搞事业。他把借钱的方向对准了那位外企的赵总，赵总算是被他的坚持打动，但人家也是个理性的人，要求看到许半夏说过的堆场开工，才把银子打过去。自己吹过的牛就必须自己圆，但凡有一点希望也不能放弃。许半夏和他的小伙伴们又开始忙活租地的事，看中一片滩涂，什么都合适，除了价格不合适。这块的位置好，行情很俏，村长更是狮子开大口，来来回回谈了 N 次，开价一次比一次高。许半夏估计自己要凉透了。陈宇宙出了个歪主意，只要滩涂被污染了，就不怕租不下来了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受过许半夏恩惠的童潇琪感觉报恩的时候到了，大半夜带着一群老李拜把子的兄弟，一股脑将机油倒进了滩涂。这一招真的太损，逼人就范，却最终的偿所愿。机油造成的重度污染几乎断了渔民的生计，正如剧中那位老奶奶所说，这样的人不得往生。不得往生，不就是原著的原名吗？这4个字隐晦地说明了，能在商海中成功的大鳄，多多少少都有着不干净的手段。有良心的功成名就后给予补救，没良心的害了也就害了。接下来的北边买钢遭遇国际诈骗，精明商人组纷纷撤退，唯有许半夏一人坚守在俄罗斯逮骗子。他没有了退路，身家性命全部都押进去了，唯有靠一份倔和一腔孤勇撑着。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敢闯敢拼才可能换到一点出路。黑海贸易的成功打通，让许半夏一瞬间活过来了。然后更苦的日子却在后头，钢价突然持续下跌，5万吨的钢材突然成了废铁，整个行业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影响。对于许半夏这样的小商人更是雪上加霜，催债不断，官司不断，可他硬生生就这样挺过来了。足足半年，这一次彻底扭转了局面，人生的第一桶大金终于到位。他这样的人，头脑灵活，心思缜密，擅长资源互换，又能很好的维护关系，不动声色里除掉了竞争对手，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阶层的跨越。人生充满了起起落落，这样的大女主，由始至终都与命运在抗争，与时代共进退。谁的青春不奋斗？她是许半夏。
也是时代浪潮中的每一个人。剧中的感情线也是随着剧情而自然而然发生的。许半夏与赵磊，同销奇与野猫，从不相识开始新接近，默默以真挚待人，经历了无数的波折，仍然留在身边人，完美符合观众的期待。一首首充满年代感的歌曲，唱出了剧中人的心声与困境。怀旧是一种情怀，也是一种缅怀，缅怀那个时候的美和篆刻在记忆里的热烈。再说演员方面，也是成全这部剧关键的元素之一。赵丽颖是最受期待的85花，当同年代的女演员还在沉迷偶像剧时，她已经靠《幸福到万家》打出了名堂。风吹半夏的开播，更是为她转型之路添砖加瓦，她的福气真的在后头。欧豪不是科班出身，资源却一直很好，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，他都神奇的与作品契合。在这部剧里，其实也看到了他的进步。一个重情重义的平凡小人物，身上有着难以掩盖的闪光点。李光洁与黄澄澄，一个饰演商业精英男，一个是铁三角里和稀泥的角色，两位演员同样表现得很到位，没有违和感。还有刘威饰演的武建设，精明商人族里的老大，一个老生意人的做派，自傲又自满。王劲松饰演的许富，既狡猾又老实，在妻女中斡旋，两边不想得罪，更看重自身的实际利益。这部剧里的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、每一个场景、每一首配乐，多有着他们存在的意义。有的是给主角下绊子，有的是成就他往更高处飞去。然而万变不离其宗，最后阐述的都是拼搏的意义。无论在哪个年代，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，成功从来不靠玛丽苏，都是由血汗泪水堆积出来的。这个应该就是风吹半夏最强大内核吧，也是许半夏这个大女主立得住的最根本原因。